北京楼市出了一个大动作，从8月9号开始，五环外的限购政策正式松绑，京籍家庭不限套数限制，非京籍家庭只要连续缴满2年的社保或者是个税，而且符合北京的购房资格，也能够享受五环外不限套数。更重要的是，2套房公积金贷款的额度从60万直接提高到了100万，首套房认定也放宽了。即使你在全国范围内有一笔已经结清的公积金贷款记录，也可以按首套算。而且呀，2套房公积金贷款的首付比例，不论五环内外，统一降到了30%。原来呢，北京五环内是35%，五环外是30%。可别小看这几组数字啊，五环外的新房可是占了北京库存的81.4%，成交量占了全市新房成交量的80%。这次的新政就像直接把锁住主力市场的大门给轻轻地推开了。这张地图啊，红圈代表五环以内，蓝圈呢代表五环以外。咱们仔细来拆解一下这次的政策。首先，第一条，五环外等于不限购了。京籍家庭没有套数限制，非京籍家庭，那你满足了连续缴纳社保或者是个税2年或以上，而且呢符合购房资格就可以。第二条，首套房认定标准调整了，无房加全国范围内仅有一笔已经结清的公积金贷款记录都可以按首套房来认定。第三条，2套房公积金贷款的新规额度从60万提高到了100万，首付比例呢不论五环内外统一30%。注意啊，这是公积金贷款，不是商业贷款。商业贷款的首付比例没有调整，首套商贷呢还是15%，二套商贷的首付比例呢20%，不分五环内外。这次北京购房标准的调整，为什么选择在现在，不是突发奇想？背后呢是有明确的动机。第一，北京五环外的新房库存占到全市的81.4%，去化周期长，开发商压力大。新政就是要加速去化，把五环外的交易闸门打开。第二，这是在呼应北京城市总体规划，促进直住平衡，把一部分人口和功能疏解到五环之外，减轻中心城区的压力。第三，全国房地产投资已经连续多月下调了。北京作为一线城市，动作不仅是地方调控，更是释放稳市场的信号。顶层会议也提出，质的有效提升，量的合理增长。现在呢，就是把这句话落到实处的时候了。那这次政策调整谁会受益呢？我分析有3类人。第一梯队就是改善型刚需的人口，他们已经有了一套小房，想换大房，但是原本呢2套房公积金的首付要出35%，资金压力大，现在呢统一降到30%了。第二类人呢就是人户分离家庭，怎么讲？比如你户口在北京，房子在外地，或者户口在外地，社保缴在北京，满足2年或以上社保购房条件的，就可以直接享受五环外的不限购政策。第三类人就是五环外的开发商了，主力库存盘活了，去化周期缩短了，现金流压力减轻了。注意这次新政没有放宽购房资格，非京籍仍需满足购房条件，五环内限购政策依旧，就是京籍2套，非京籍1套。好，那么全国会跟进吗？别的城市会不会学北京？其实今年以来杭州、西安等城市对部分区域或者特定人群已经松绑限购了，但都不是彻底取消，而是有条件的区域性松绑。北京是首个在一线城市当中对五环外限购动刀的，这个信号的意义呢，比2、3线城市的松绑要大得多。我预计在一线城市当中，上海、深圳可能会率先优化外环或者是郊区的限购政策，2线城市呢会在外环区域先松绑，再考虑贷款条件，最后呢可能会全面取消限购。那么投资者怎么做？首先短期来看，如果你是改善型的刚需，可以利用首付比例降低的窗口期，尽快锁定心仪的板块。满足资格的人户分离的家庭呢，可以提前准备资料，抓紧入市。中长期来看，五环外也要挑配套齐全、轨道交通便利的板块，看重直住平衡和人口导入的趋势，不要盲目的追热点。
这次呢是政策托底，不是价格全面反弹的信号，所以大家还是要注意风险，不要盲目的加杠杆，现金流的安全是第一位重要的。北京松绑五环外的限购，不仅是救市，更是在调整城市的格局。问题是，如果这轮松绑扩大到你的城市，你会出手吗？欢迎在评论区告诉我你的答案。我是苏涵，关注我，帮助你在政策变动中找到属于自己的机会。我们下期见。